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符号化颠覆与流量困境，《大话西游3》中王一博的表演启示录。在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3》中，王一博饰演的红孩以一头红色杀马特发型和暴力吐火的魔改形象横空出世，成为这部豆瓣 4.9 分的毁经典之作中最具争议的符号。作为王一博早期银幕尝试的代表，这一角色不仅暴露了商业电影对流量明星的功利性消费，也折射出新演员在烂片泥沼中的挣扎与成长。红孩在传统《西游记》中是扎双髻、吐三昧真火的孩童形象，但《大话西游3》将其重构为暴力的摇滚少年。王一博的造型设计赤红长发搭配金属感铠甲，试图以视觉冲击弥补角色深度的缺失，却因与观众认知的割裂引发群嘲。这种符号化改编本质是导演对经典 IP 的投机性解构。红孩不再是故事推动者，而是服务于天书写错荒诞设定的工具。当角色沦为拼贴式笑料，如暴力挥拳吐火的载体时，演员的表演空间已被压缩至颜值展示器。面对剧本的逻辑断裂，如六耳猕猴顶替孙悟空、玉帝操纵命运等设定，王一博的表演呈现出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试图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如瞪眼、挥拳匹配影片的癫狂喜剧风格，但缺乏经验导致的用力过猛，使红孩的愤怒更像二次元动漫角色的刻板复刻。另一方面，某些细节处理却透露出演员的思考，例如与牛香香对峙时，他刻意放慢台词节奏，用眼神的游离暗示角色对家族阴谋的疏离感。这种分裂恰是新人演员在烂片中常见的生存状态，既要服从导演的类型化要求，又试图保留角色的人性弧光。2016年的王一博尚未凭借《陈情令》跻身顶流，但《大话西游3》选角已显现资本对青春偶像的精准收割。片方利用其日系美少年的外形制造话题，如与吴京、阿凡达造型的对比，却未提供相匹配的叙事支撑。这种借壳上市的策略最终反噬作品，观众既无法带入红孩与紫霞、至尊宝的情感纠葛，也难以认同其作为新世代反叛象征的定位。当流量明星成为烂片的遮羞布时，表演本身便异化为一场共谋的行为艺术。回望这部作品，王一博的表演固然稚嫩，但其选择透露的行业生存逻辑更值得深思。在《大话西游3》的群像崩塌中，他至少完成了2项职业训练。其一是在绿幕前驾驭奇幻动作戏的物理适应性，如吊威亚空中旋转吐火；其二是与成熟演员的对戏经验，如与莫文蔚的短暂交锋中学习节奏把控。这些积累在7年后热烈中的街舞少年陈硕身上得到转化。当导演大鹏给予足够的情感支点时，他终能以收放自如的表演证明，流量与实力并非天然对立。大话西游3或许注定是影史中的尴尬注脚，但王一博的红孩恰似一块棱镜，既映照出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经典 IP 改编的投机乱象，也记录着一个演员在类型片试错中蹒跚前行的足迹。当我们在《长空之王：无名》中看到他愈发沉稳的眼神时，或许该重新审视这部烂片的价值。它残酷地揭示了成长的代价，也见证了破茧的必然。